哼，你当本族是什么人？要为了一个小丫头去做这等浮夸幼稚的事儿？次日，一个巨大的宝箱凭空落在了天月城。说，父亲真会惊喜感动吗？哼，必须的呀！尊主嘴上说的冷酷无情、不屑一顾，结果还是一骑前来了。云楚君3家的家主也来了。家主，这箱宝藏是落在咱们云家地界上的。哼，笑话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这附近是你们云界的田地没错，但这箱宝藏却是我们楚家家仆先发现的。诸位快别抢了！实不相瞒，这箱宝藏实际上是五王爷刘家眼儿的聘礼，运输途中不慎遗落在了这里。此箱宝物凭空出现，若真是无主之物，就该有能者得知。宝藏最终归胜者所有，我们3家家主各出一招，一较高下。此时乃上古磐石，几千年风吹雨打不见斑驳，你我3人就以它为证，各自出一道剑去吧，比试谁在石上所留的剑痕最深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尊主，该您出场了。七彩祥云属下已经准备好了，还有千里传音的神乐为伴，保证一场旷世奇景，让君姑娘感动得一塌糊涂。却忽然传来一声苍老的大笑：“要天抢宝藏，那我也要来抢一抢。你们会画锯齿，我也会。”说罢，直接将原有的3条横痕切成了6段。这老头子都没用兵器，就用手指日常一划，就将3位家主碾成了渣渣。老人冷笑着，一把掀开了头上的斗笠。君洛海终于站不住了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。爹，真的是你吗？你这个不孝子，昨天你是怎么对待你爹的？你还记不记得了？爹，您回来为何不早点告诉儿子，偏偏要装成一个乞丐？滚一边去！我现在看见你我就来踢，等回去我再动用家法。哎呦，我的宝贝孙女儿！爷爷你好。这些年呀，爷爷在外边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。这箱东西就当是爷爷送给你的见面礼了。树林里，辉夜一脸尴尬，他喵的，居然有个自称爷爷的半路杀出来，改了他的剧本。原本是应该尊主去抢走宝箱送给君夫娘的，可是现在已经有人做这件事了。崔主，现在好像用不着咱们。御史家面无表情。苹果最好入夜再吃。爹，家。军师月吃了一惊，心中居然诡异的产生了某种惊喜情绪。你刚刚说什么？水灵果应该晚上再吃。水灵果是水系仙果，在煮水时辰服用效果最佳。连这点常识都没有，这水灵果本座没收了。啥？凭什么啊？军师月立刻不乐意了，伸手去抢。这是我的。你的？本座早就说过，你的一切都是本座的。军师月阴了眼，拧眉瞪着他，这男人搞什么嘛？看起来他就是心情不好，就跑到他这里来没事找事。这一箱宝藏不会是你扔的吧？是又如何？你疯了？干嘛乱扔东西啊？这几日你都在做什么？吃饭、睡觉、修炼。还有呢？没有了。你都没有想过本座？但是听到帝释家如此质问，他除了惶恐，竟有种莫名的高兴，鬼使神差的就点点头。当然想过，就因为总是想起你，害得我连修炼都不能专注了。他说的是真话，帝释家怔住了，他竟有这般想他。既然想，为何不去碧落仙居找本座？这个嘛，我是担心你很忙，不想打扰你。毕竟你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处理，而我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小人物，怎么能动不动就找你呢？他眉目微垂，乖巧的不行。男人突然伸出手，一把就将他勾进了怀里。你在本座心里有多要紧，别人不知道，你自己还不知道吗？看你如此委屈，这水灵果就不没收了。等到了夜晚，本座亲自喂给你吃。嘿，月儿，我的大孙女啊，快来吃晚饭啦！
凌乱的脚步声由远及近。有人来了，你赶紧躲起来，快！为何要躲？你不想躲，难道是想跟我爷爷交朋友？那倒也行，我可以介绍你俩认识认识，你们一起吃个饭，聊聊天。帝释迦冷漠地哼了一声，看了他刹那，终究不情不愿地转身朝后院走去。片刻之间，帝释迦刚刚踏入后院，就有一阵风吹来，卷着一丝很别样的气息。屋内的竹席上，君无忧盘膝而坐，周身都萦绕着幽绿的烟雾，看上去十分诡异。君独幽抬起头，看向突然出现的男人。帝释迦的目光落在他的脸上，不发一言，眸中的颜色却幽暗如墨。看来我很不幸，被帝尊大人发现了身份。是本座看走了眼，竟让你藏到现在。河端节的那夜，帝释迦与君独幽打过一个照面，那个时候君独幽的妖元还被禁锢着，是以他们能察觉。所以你也猜到了，我会出现在君师爷身边，就是想凭借着他跟你的关系，取得你的一丝魔气。若仅是如此，你为何不离开他？他的目的已经实现了，他的确没有必要继续待在君家，但是不知为什么，他就是舍不得走了。所以呢，你想怎么样？你是呢？如果这个蛇妖得到魔气就立刻离开，也算他幸运，但是他居然还留在这里，敢利用并且觊觎他的女人，当然只有一种下场。想杀我，没那么容易。闪电般出手抢得先机，一道笔直凌厉的光刃如青红一般袭什么声音？我出去看看。都是我养的那只坏猫，一天到晚的上房揭瓦，各种拆家。爷爷，你先走吧，我得去好好收拾收拾它，然后换身衣服，再去吃晚饭。那好吧，爷爷就先去厅堂了。你收拾完快点过来，大家等着你一起吃晚饭呢。苍白瘦弱的少年捂着胸口跌跪在地上，喷出的鲜血已经染黄了衣衫。他颤抖着想要爬起来，却又似无能为力。你们在干什么？玉儿，你可以喜欢小动物，但不能什么都有。什么意思？帝释迦伸手轻轻扶在他的眼睑上，他的手移开后，扶在面前的哪里还有俊秀的少年，分明是一条的大蟒蛇。他眨了眨眼睛，视野又恢复了往常。抱歉了，姐姐，有些事情没提前告诉你。袭击穆善儿的那条白蛇就是你啊？那女人来到西风堂投毒，恰好被我撞见了。那你为什么还要喝有毒的井水？你是故意？对，我就是故意的，因为我是妖。10几年前一场意外，让我流落到轩辕大陆。当时我性命垂危，托失了君家的一个婴儿才活下来。元宫一直受限，这里的灵气实在太稀薄了，我无法恢复供体。而妖与魔都是邪类，只有魔气的共鸣能唤醒我被禁邪的妖怨。所以为了拿到帝释迦的魔气，假装中毒。此间你又跟我走了，只要你愿意，我爸爸带你离开，我摆脱帝释迦的纠缠，让他永远也捉不到你。我操，我是真的喜欢上了帝释迦啊！姐姐，你不愿意是吗？为什么？难道你喜欢他了？玉儿，说出你的答案，本座也想听。没错，我的确喜欢帝尊大人，我不想离开他。一定是被他美丽的外表迷惑了，但你根本就不了解他，你对他根本一无所知。居时月神情一动，帝释迦眸色略微扭转，懒洋洋的道：玉儿，别信他的话，他是妖怪。我是妖怪，那你呢？这家伙才是真正的魔鬼。你不知道他做过多么可怕的事情，他根本不可能有人类的感情。你要和他在一起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你说什么？多余的话就到此为止吧。君独又被凌厉击中，
你看他不爽，让他离开就好了。说罢，转头狠狠瞪了君独优一眼。你这个小蛇崽子，居然敢骗我！你给我滚蛋吧，有多远滚多远，再也别让我看见你。你不舍得他死？他虽然利用了我，却也救了我一回。如果不是他，种花骨伞的人就是我。你就放他走吧。好，本座可以留他一命，但是他想离开，他突然伸手凭空一握，得付出点代价。他的内丹。忧虑的妖气散去，只留下一条白色大蟒，可怜兮兮地盘缩在地上。放心，他死不了。本座只是拿了他的修为而已。君独优利用君十月求得魔气，也算是间接算计到了帝释家头上，如此能保住一命已是不易。离开这个房间的时候，君十月的心里乱糟糟的。院子外面传来了小厮的呼声：“二小姐，您收拾完了吧？老家主催您去吃晚饭呢。”君十月这才想起来，老头子第一天回来，特意叫他一起去厅堂吃饭，大概是有话要说。要不你先去房间等我一会儿，我很快就回来。帝释家扫了他一眼，面色阴郁不满，一次次屈尊降贵的来君家找他，还要被他晾在一旁。行吗？本座也饿，需要吃饭。我回来就给你做好吃的。早些回来。厅堂里一家人已经落座。你这个畜生，居然把你弟弟一家的东西都占为己有了，你的良心就不会痛吗？这些本是留给玉儿的财产，你给我跪下！爹，我没有啊。弟弟亡故的时候，君十月他还小，根本不会花钱，吃穿用度都由家里提供，给他钱财也没用啊。我们只是替他保管而已。如果只是保管，为何现在都给雅儿做了嫁妆了啊？雅儿能嫁入皇室，对咱们君家都是天大的好事啊！多准备些嫁妆，也是为了君家好。等雅儿在京城站稳了脚跟，咱们一家都可以搬到京城去。到时候，君十月也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，还在乎眼下这点钱吗？你们两口子的财产，想要给雅儿做嫁妆，我也不反对，但属于玉儿的部分，必须留下。雅儿是要嫁给王爷的，嫁妆可不能太寒碜呢。就是因为要嫁给王爷，未来根本不可能会缺钱，还要这么多嫁妆做什么啊？倒是玉儿，以后很可能嫁不出去。爷爷难道忘了吗？妹妹和楚家少主可是有一门娃娃亲，怎会嫁不出去呢？哼，别给我提楚家那个没心没肺的小子，我都听说了，他道德败坏，勾三搭四，根本配不上我的玉儿。退婚就退了，玉儿张罗退，我也会给他退的。入夜，西风堂。太素了。你想吃肉吗？你若真的想吃，我也可以去肉店敲门给你买。不必，本座想吃的肉，外面买不到。啊？你想吃什么肉啊？自然是你的肉。先吃他煮的面，然后再吃他。完美。君诗雅那边，小姐，二小姐她在寝房里还藏了一个男人。你说什么？奴婢虽躲在远处，却也瞧见了。那寝房的窗纸上分明印着两道人影，两个人搂搂抱抱的，毫无礼数。当真？你看清楚了吗？奴婢看得非常清楚。好，我这就去通知老头子，咱们大家一起去捉奸。等等，这件事情不能这么办。如果直接去跟爷爷告状，他就会看出咱们在故意针对君十月，监视他，找他的麻烦。万一大家赶到的时候，那男人已经跑了没抓住，咱们就成了诬陷，也难以收场。只需说是府中出了贼，剩下的一切水到渠成。对呀，有贼啊！有贼啊！这是怎么了？爹，府中遭了贼。你是大贼儿，这么大就咬了，还当了这么多年的家主，遇事还这么不沉稳。老爷，那贼人好像朝着西凤堂逃去了。什么？快去擒住他，别让他伤了玉儿。帝释家将少女放在腿上，扣着她的腰肢，低头就咬住了她的唇。
呼吸刚刚交缠，外面却忽然传来了嘈杂声。佳佳，有人来了，你先去房底下藏一会儿，怎么样？老爷，我亲眼看见那贼人跑进西风堂了。哎呀，一定要抓住他呀，不然他惦记着雅儿的聘礼，一次没偷成，还是会再来的。月儿啊，你睡下了吗？快起来！老爷子叫嚷着，说是有贼人躲进西风堂了，哎，快出来呀，月儿！我有办法了，等一下你就……帝释家听罢，眸色森寒，不耐烦地说道：“何必那么麻烦？你就当帮我个忙了，配合一下嘛，夫君大人，求你了。”我看那贼人就藏在这房间里。房门里忽然传出一波巨大的能量，如浪潮般向他掀来。咯嘣一声，君洛海听到自己踹门的老腿发出一声骨折的脆响。一个穿黑袍的人正劫持着君时月。救命！只有穆夫人和君诗雅一脸愕然，这就是君时月藏在房里的男人，他们这根本就是在顺势演戏。一个穿黑袍的根本不是贼，是这样的。君洛海差点喊出真相，却又发现自己没有证据，是他口口声声喊着有贼人躲在西方堂。这位创世好汉大侠，你千万别激动，放开我孙女儿，我们绝不会为难你，一定让你安然离开。寻常钱财我没兴趣，想让他活命，就拿皇家聘礼来换。这位大侠，东西太多你也拿不了，要不你就选那匹凤霞蜀锦吧，据说是皇家专用的，刺绣都是金线缝制，非常值钱。听你的，就要它了。众人感觉好像哪里不对，但又难以描述。去把这匹蜀锦大袍给大侠带走。旁边的君诗雅脸都气白了，那匹凤霞蜀锦是聘礼中最稀奇最珍贵的，只有皇宫里才有，市面上根本买不到。他原本是打算用它来缝制嫁衣的。大侠，这不给你了，快放开月儿，说话要算数。帝释家冷漠地瞥了东西一眼，终于松开了深情的少女，又随手拽住捆扎的棉绳，在地上拖着朝外走。君诗雅看在眼中，心都在滴血。来到碧落仙居，灯月下，院子里多了一条华丽丽的地毯。他定睛一看，才发现是那匹凤霞锦蜀。外面的地毯好看吗？好看，就是有点奢侈。那东西只配当地毯。那个，谢谢你刚刚的配合，帮我解了围，还顺便虐了他们一回。以后不准再那样叫本座，你若再敢叫一声，本座就什么都答应，一辈子对你好。啊！君时月怔了怔，一时没反应过来，哪样叫？君时月还在不懂地望着他。你方才求本座时叫的那4个字。好的，那我以后还是叫你帝尊大人。小东西，有点气人。等等，你……君时月转身与他对视了2秒，忽然意识到了什么，连忙伸手一摸，红色的血迹！我去，果然是来大姨妈了。来，换上。我自己换。他抱着衣服和月事带跑进房内的锦屏后，很快就换好了。水灵果性寒，下次再吃吧。肚子又疼了。君时月点点头。帝释家将他抱到软榻上，掌心抚上他的小腹。这样呢？盈利如温热的泉水般从他掌中浇灌而来，又似暖露蒸腾。不过片刻，那种难过的疼痛感就消失了。他为何这么了解女生啊？君时月不禁又想起与他圈圈叉叉的那些以礼片段，这男人那么混，完全就是个老司机啊。帝尊大人，君时月忍不住低声问道：“你睡过多少女孩啊？你肯定有过很多女生，是不是？”只有你一个人。啊？那你那些经验都是从哪里学的？这种事需要学吗？你的意思是，除了我之外，你从来没有碰过其他人？没错。君时月垂下眼睫，他无法判断他说的是不是真话。本座的确只有你，你若不信，可以去问问别人。我能问谁呢？
辉夜，他抬指捏了个法诀，一道光芒弹射而去。远在九夷山的左护法大人都要睡下了，突然接到帝尊传唤：“尊主，进来吧。辉夜，你告诉月儿，本座可有过其他女人？这种事情为啥要让我说啊？”说话。当然没有，尊主一直是冷情静郁，讨厌女人接近，只有薰姑娘例外。君十月心道：“我不想听了，请让我躲起来。”啊，圣灵宫刚建立之初，属下也曾找来过侍女，服侍尊主起居，但尊主不喜欢他们伺候，全部赶出去了。各国为了讨好尊主，数次献来各色美女，如花似玉，然而尊主连看都不愿意看一眼，属下也只好将他们都打发走了。大周公主爱慕尊主，亲自来九夷山求见，恰逢尊主闭关，公主就在山下执着地等了7天7夜，终于等到尊主出关。结果尊主压根儿没有兴趣见她，直接拒之门外了。辉夜一口气讲了7、8个案例，最终做出总结，斩钉截铁、信誓旦旦地说：“在君姑娘出现之前，属下从未见过尊主碰过任何女人。”月儿，可听清楚了吗？听清了。他声音很小，又有点发抖，所以听起来竟像是在撒娇嘤咛。辉夜忍不住垂下头：“哎呀，你们两个怎么就这么腻腻歪歪的？能不能稍微考虑一下单身狗的心情啊？”你可以回去了。遵命。大半夜的传唤他过来，就是为了让他讲讲这些事，顺便泼了他一身狗粮。辉夜一走，帝释迦有身吻下来：“我是特殊时期，你不能。”喂，不会真把你怎么样的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你是指哪里？如果是肚子，早就不疼了；如果是皮肤，你是魔鬼吗？本座那是在宠你。我不要你宠。你要的，你是本座的宠物。你要这样想，我也没办法。这句话听着怎么这么渣呢？毕竟我修为比你差太多，无法为你做什么，所以我没资格与你并肩站在一起。你也永远不可能将我当成平等的恋人。谁说的？你明明能为本座做很多事情。过几日你身子好了，就为本座做。你做梦，我是不会让你如愿的。翌日，帝释迦回到九夷山，就问辉夜：“今日是初几？”初8。君十月并不知道自己的生理期已经被某个禽兽默默记在了心里。去查查这世间可有塑造灵根的方法。去查查这世间可有塑造灵根的方法。辉夜大人殚精竭虑，找了3天3夜，也没查出塑造灵根的办法。最后还是右护法青咒得知此事，发来讯息：世间只有一物可替代灵根，其名为往生花。辉夜如实禀告：尊主，往生花是天下第一奇花，生长在南方绝境森林的最深处，传闻1000年只开1瞬。青咒不算，近日恰好就是花开之期，花开一刹，只要尊主以鲜血浇灌，它就会受到魔气的影响而永不凋谢，再植入丹田，便可以代替灵根吸收天地精华，转化为灵力供人使用。帝释迦听罢沉吟了一下：尊主，你要去吗？辉夜不确定地问。绝境森林远在轩辕大陆的南部尽头，凶险无比，想要取得往生花，非但要进入森林深处找寻，找到了还要守在那里，寸步不离地等待花开，也许是等几个时辰，也许是等10天半个月。君家，君十月整理房间的时候，发现最后一颗无常丹不见了。是那个小蛇崽子拿走了，抽屉上还留着他妖媚的气息，我闻到了。无常丹原本就是以他的蛇蜕制成，最后一颗也是留给他的，他有需要就拿去吧。君十月忍不住叹了口气：哼，你有什么好惆怅的？白天有老头子向着你，晚上还有帝释迦宠着你，你这是人生巅峰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他那是拿我当宠物。当宠物有什么不好的呀？老子的梦想就是给有钱人当宠物，每天好吃好喝的，什么都不用干，什么都不用愁，就光负责卖萌就可以了。那是因为你本来就是动物，老娘是神，能跟你一样吗？帝尊大人，这天还没黑呢，你怎么就来了？晚饭吃什么？帝尊大人想吃什么？
上次的面条，帝尊好像还挺满意，要不今晚还吃面条？帝释迦听罢，直接从袖中抽出了一卷东西丢给他。军十月接过来一看，竟然是一卷食谱。就知道吃面条，本座要离开一段时间，这期间你就好好学着食谱。待本座回来，你若还是每天煮面条，就别想睡觉了。帝尊大人，你要去哪里啊？去一个很遥远的地方。多久回来？少则10日，多则1个月。去做什么？办一点事情。军十月咬了咬唇瓣，好吧，他依然什么都不告诉他。他垂了垂眼睫，长长的睫毛扑闪扑闪的。帝释迦的心蓦然一软。你在关心本座？本座不在的这段时间，你若想本座，就打开眼。军十月惊讶地望着他们，3个锦囊都是绯红色，扎着细细的丝带，精致漂亮，外观一模一样，大小却有明显的区别。帝释迦已经离开2天了，小心翼翼地解开系带，锦囊被拆开的刹那，忽然被人从椅子里拎了出来，从身后将他霸道地扣进怀里。这么快就想本座了？帝尊大人，你是真人吗？还记得你让本座做过的那个梦吗？现在，本座要把它还给你。我说过的那个梦不是我让你做的，是你自己做的。小点声，否则这幻境会碎的。幻境？这些问题等会儿再给你解释。本座的时间有限，我们先做重要的事情。军十月一头雾水，直到被他压在榻上，吻强势地落下，烛火在跳动，不可描述的黑夜，窗纸上透出拂晓时鱼肚白的颜色。军十月一动不动地瘫痪在那里，泪流满面。不是说时间有限吗？看看外面，天都要亮了。男人咽足之后，给他简单的解释了几句。这一切都是帝释迦留给他的一个幻境，装在锦囊里面，他一旦拆开，幻境就会自动开启。宝贝儿，这只是一个梦而已，等你再醒来，就什么都消失了。夜睡到中午才醒来，帝释迦果然已经消失。他动了一下，想要起来，浑身像大卡车碾压一般酸痛，于是又躺了回去。丹田里的血皇神兽也迷迷瞪瞪地醒了过来，听说了他昨夜的遭遇后，解释道：那锦囊里装的应该是炼魂香，料想是释迦将它的一抹魂石用特殊方法炼成的，就如同迷香一样，你闻到之后就会坠入它的视线。虽说是幻境，它却能借此完全掌控你的感官，甚至你的生死。楚雄带着楚林峰来探望军叔叔，军这年回来重新接管了军家，天越城的形势也发生了巨变，楚雄正是抱着这个目的而来的。军叔叔，小侄那日见你安然回来，激动的无以言表，今日特意让人挖了2坛百年好酒，就想跟你老人家共谋一醉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快来拜见你军爷爷！你军爷爷跟你祖父可是8拜之交，情同兄弟。以后见到你军爷爷，就得像见到你亲祖父一般，懂了吗？楚林峰已经受了充足的教育，跪在地上实实在在地磕了个头。晚辈拜见军爷爷。军叔叔啊，当年你与家父给孩子定下的娃娃亲，这真是太明智了。军这年心道：可是老头子我这辈子呢，做过最差劲的决定。军十月一直躺到日落西山，才奄奄地爬起来，浑身都是难以言喻的酸软。既是帝释迦掌控的幻境，他完全可以为他消除这种感受，可他偏偏不。帝释迦一定是故意的，因为他不在你身边，所以他就用这种方式让你刻骨铭心，想忘他也忘不掉。变态！我能不能把另外2个锦囊扔了？切，你敢吗？又舍得吗？二小姐，你在吗？老爷让我来带个话。怎么了？楚家主带着少爷来了，还想履行当初的承诺。楚少主发了誓，说愿意只娶小姐一人，到死都不纳妾。老爷想问问您的意思，还愿不愿意？麻烦你告诉爷爷，我就是孤独终老，也不会嫁给他的。小厮将原话附耳传达给军正年。我仔细琢磨了一会儿，这张婚事既然月儿已经退了，
我作为长辈也该尊重他的选择，没有再强迫的道理。所以联姻的事情就要再提了。在军府花园里烦闷的转悠。勋小姐，楚少主不必客气。楚少主今日来，可有与爷爷提起过两家的婚事？也不知我离家之前还能否喝上你跟我妹妹的喜酒。这个……楚林峰有点尴尬了，他咳了2声，终究没脸说出事实，揶揄道：日子还没定呢，还得再商量。月儿年纪还小，怕是还想在家里多待2年，不愿出嫁。对，所以这婚期短期内就没了着落。你不知道，女孩子到了某个年纪就会变得格外任性，不讲道理。月儿又有老爷子宠着，自然更加不懂事，这才辜负了你的一片痴情。但像月儿这样的女孩，其实也很好哄的，只要让她喜欢上你，她就会急着嫁给你了。我该怎么办？这天气越来越热，也到了去山庄里避暑的日子。听闻楚家的山庄就在君家旁边，到时候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你不妨对她殷勤一些，多展现出你的优点，她自然会对你生出好感。对，我回去就吩咐下去，立刻就搬到山庄住，在那里等着你们。军十月正在收拾换洗的衣物，老爷子已经下发通知，明天开始全家都去南山的山庄小住消夏避暑。以往军家都不带军十月去，今年还是头一回。山庄后有大片竹林，军十月安顿好以后，就沿着林间小路漫无目的的溜达。我的好妹妹，第一次来避暑山庄，感觉如何？尚可。山顶还有温泉呢，你一定从来都没有泡过温泉吧？你不知道，泡温泉特别舒服，还能让人容光焕发，变得更加美艳动人。我们的确没泡过南山温泉，我们只泡过九嶷山的仙潭和碧落新区的天池。但军师雅听不到他这些话，仍是微笑着说：不如等入夜了，我们姐妹一起去泡温泉。我知道关于你爹娘的很多事情，到时候可以讲给你听呢。军师雅这已经不是阴谋，而是阳谋了，明摆着是个陷阱。诱饵已经抛给你，就看你敢不敢来。今夜亥时，我在山顶温泉等你。好啊，你尽管等着吧，去不去看我的心情。军师雅的表情有一瞬间的狰狞。亥时已过，军师雅却没来。军十月独自来到了温泉边，修罗使者。想不到深夜来泡个温泉，还能遇到一个小美人儿。小美人儿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属于阿修罗国了。血皇神兽在丹田里叫道：老子就说没好事吧！那些阿修罗使者很少单独行动，附近肯定还有其他同伙。趁着眼前这个只是青铜，赶紧把他干掉，怎么好跑路啊？军十月没有动，不许伤害他。月月，别怕，我会保护你的。楚林峰大声吼着，五提元弓朝着青铜使者扑了过去。青铜使者反应过来，立刻出招相搏，两个人都是4、5品的修为，很快就打成一团。军十月当场懵逼了。当初楚雄去见修罗使者，都是那样卑躬屈膝、小心翼翼，生怕得罪了对方。如今楚林峰为救他，居然敢对修罗使者动武，这都是什么奇葩剧情啊！楚林峰让暗卫装扮成修罗使者去劫掠军十月，他再来个英雄救美，谁知对方似乎入戏太深，对方却不给他喘息的机会，直接扑上来继续猛攻，招招阴狠夺命，心中直骂娘。见个戏而已，你这么卖力干嘛呀？拼命地朝对方使眼色。楚林峰紧接着重重挥出一拳，打中了他的下颚。没事了，他已经被我打趴下了。那青铜使者摔在地上的时候，脸上的修罗面具掉了下来，露出了一张丑陋消瘦的脸。楚林峰的眼睛瞬间瞪得比铜铃还大。我去，这个人根本不是他安排的暗卫。几乎是在同一时间，穿着黑袍戴着青铜面具的楚家暗卫才从树林的另一边跳了出来。楚林峰脑袋里轰的一声，不好，他在召唤同伙，快跑！不行，这青铜使者已经看见我们了，现在跑回去反而会把祸水引回军家。据说临镇有一个家族，也是族人打伤了一名修罗使者，结果就被阿修罗国满门屠戮。楚家那暗卫更加懵逼，感觉情况不对劲，也顾不上原计划。热如，你
您这是怎么了？军师月看在眼里，恍惚明白过来，看来是楚凌风故意找暗卫，假扮成修罗使者助他装逼。谁知阴差阳错的来了真的修罗使者，10几条黑乎乎的人影如蝙蝠一般从天而降，俯视着楚家暗卫的一身修罗使者的打扮，抬起手对着他的额头就劈了下去。一声惨叫。不怪我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不是。是他逼我出手，我才不小心伤了贵国使者。你们要算账，就找他去算。军师月无奈地揉了揉额头。白银使者并不相信这种话，嗤笑一声就要一掌劈下。旁边的一个青铜使者忽然道：大人，他中了毒。显然是中了有毒的暗器。楚凌风就已经吓得昏了过去，真是个废物。直接转身走到军师月面前。他叫什么名字？家在哪里？哎，你想啥呢？赶紧告诉他们，他来自楚家，让他们去找楚家的人算账啊！军师月却不开口。楚家的确招人烦，但这些修罗使者才是真正的恶人，比楚家更罪大恶极。楚凌风一个人的罪孽不应该让整个楚家人陪葬，更何况他真的说了，修罗使者们也不会放他走的。我是真的不知道。看来你是想试试修罗国的手段，把他带到里面好好招待，相信他很快就会说出解毒的办法。突然有一样东西从军师月身上掉了下来，军师月低头一看，正是帝释家留给他的锦囊，第2大的那个，几乎是迫不及待的伸手就拆开了锦囊。帝尊大人，这可怪不得我，是他们非要拿去拆开的。白衣使者刚刚挑开丝带，也不知是他手滑了还是怎样，那锦囊忽然就蹦了出去，掉进了面前的水潭。他们瞪着水潭，瞳孔放大，下一秒他们转身就拼命地向外逃去。一群人不管不顾，如同疯了一般，只想逃离水潭。军师月猛然回头，帝尊大人，意外，你该知道，打开锦囊就会见到本座。刚刚是那白银使者抢了我的锦囊，然后不顾我的阻拦，执意打开，结果一不小心让您老掉进了水里。对他伸出手，示意他到他怀里来。你怎么这样不听话？本座才离开几天，你就闹出了？这里是什么地方？避暑山庄，谁知道居然撞上了修罗使者。详情是这样的。军师月跟男人简单的汇报了一下情况，只是隐瞒了楚凌风纠缠他的桥段。你刚刚给他们看了什么啊？居然把他们吓成那样。不过是一点有趣的东西。怎么，你也想看？不了，我从来不看鬼片。袖袍一挥，洞内忽然光芒大盛。绝境森林里，帝释家已经找到了世间唯一的一棵往生花。妖华轻视的华袍男子正静静地合谋坐在石上，等待花开。帝释家此行没有带任何下属，陪伴他的只有那九色鸟。他要将往生花送给他，算得上是一个惊喜，所以不会事先透露分毫。3天之后，军师月终于得以离开山洞，才隐约明白了，这锦囊的时效不同，能做的事情也不同。上次那个锦囊有效期只有1夜，而这一次帝尊大人足足3天。这一切本该是幻觉，但是他变出的食物和各种日常用度却是真实的，甚至还让他依照食谱给他做饭吃。有几个瞬间，军师月觉得他们像是一对避世隐居的夫妻。日儿，真的是你吗？风儿呢？你知道风儿在哪吗？军师月收回目光，娓娓道来。那天夜晚，我独自去山顶温泉，一个修罗使者突然出现了。后来，或许那些修罗使者做的太多，洞中潭水竟突然闹鬼，把他们都吓跑了。我也被吓得昏了过去，一直到今天才醒过来。我醒来之后，楚少主已经没了踪影，想必已自行逃走。至于那些修罗使者，我出来的时候，他们都莫名死去。君小姐，你还记得那个密洞在哪里吗？风儿用楚家暗器袭击了阿修罗使者，那暗器还留在尸体上，我得赶紧去把它取回来呀！不必了，你想取回的是不是这样东西？君小姐，之前都是我楚家不对，多有得罪，真是惭愧呀！过去的事情不用再提了，取回暗器不过是举手之劳，楚家主不用放在心上。
君小姐仁义大度，楚某自愧不如。等我找到那义子，定将带他来当面请罪。玉儿啊，回到君家以后，你就要学学掌管账簿了。等玉儿学会了当家主，老头子呀，我就去云游四海了。君时月心道：我也想去云游四海，不想当什么家主。你就好好休养，以后这家里的事情就用不着你操心了。言外之意，君洛海与家主之位从此无缘。2天后，楚林峰才被大家找到，他窝藏在一个农户家里的猪圈里，不人不鬼。天悦城最好的郎中都来了，把楚林峰全身上下检查了一遍，得出诊断结论：头部受到重创，加上过度惊吓，导致痴傻疯癫；丹田受到重创，灵根已废，此生都不能再习武。总之一句话，楚林峰彻底凉了。几日之后，君诗雅出嫁了。按照原定的日期，她本可以在娘家多住上一段时间，但是现在她只想尽快离开家，宁肯在途中的驿馆多逗留几日，也不想再待在天悦城，所以便用路途遥远不能耽搁时辰为借口，提早出发了。7号，是你放的？对，我现在有一个大买卖，想与贵国合作。听说贵国一直在收集灵根，我这里有一个8品灵根可以提供。谁的灵根？我父亲，就住在不远处的山庄里。贵国要是愿意，今夜就里应外合，我在他茶水里下毒，你们再趁机制住他，把他的灵根挖走。白衣使者看了他一会儿，报酬呢？你想要什么？我不要别的报酬，我只要他们死。君家山庄里不管男女老少，全杀干净。尤其是那个孽女，她就睡在最南边的厢房里，希望别让她死得太舒服。你会如愿。今夜过后，这些碍眼的人都死了，他就可以做回君家家主。吃过晚饭后，君时月悄悄出了门，去找辉夜。君姑娘，什么风把您老吹过来了？前几天因为我，他又杀了10来个修罗使者，我有些担心阿修罗国会不会因此找圣灵宫的麻烦啊？放心吧，不会。实不相瞒啊，阿修罗国一直想与圣灵宫交好，尊主虽未应允，却与阿修罗国主定下了10年不赦的约。10年内，圣灵宫的势力所及之处，阿修罗国会主动退让，而阿修罗国的行动，圣灵宫也不会插手。君时月目光一闪，难怪帝释迦和阿修罗国主会这么默契，心照不宣的宽容彼此，因为他们是有和平友好条约的，互不侵犯，互不干涉。但此行还是很有收获的，至少他更加确定了，依靠帝释迦去对付阿修罗国行不通。山中失火了，君时月震惊，加快了脚步，浓烟冲天，烈火无情地撕扯着房屋。几个时辰之前还好端端的山庄，此刻除了噼里啪啦的燃烧声，一无所有。我的天哪！血皇神树叫了起来：“这是怎么了？这是！”里面树根状的灵根已经不见了。大人灵根，是阿修罗国。老头子平静地躺在地上，双手放在胸前。爷爷，玉儿，太好了，你没事，回来了。都怪我，如果我今晚不走，你中毒了。怪我大意了，没发觉自己家的茶水里会有毒。君时月的呼吸停了一刹，所以是君家有人给爷爷下了毒，否则以他8品的修为，怎么可能被修罗使者挖走灵根？别难过，其实我本来也活不了多久的，我的旧伤一直没好，所以我才那么着急把君家交给你。他枯瘦的手指伸进衣服里，艰难地拿出了一封染血的书信。我就怕会有那么一天，很多事情来不及交代。你先写好了，很重要，你一定要看。君时月接过遗书，5指抠进手心里，泪水模糊了视野。
君振年的脉象早已无力回天，他是强撑着一口气等他回来的。玉儿，不哭，你该为爷爷高兴。爷爷要去云游四海了。老头子微笑着，疲倦地闭上眼睛。一道瘴气突然从身后袭来。孽女，藏在哪里去了？居然还没死！是你给爷爷下的毒。这还用问？除了本家主，还有谁敢送这个老不死的上西天？你怎么有了灵力？你会武功？军师爷没有回答，他俯视着他，突然又抬手将长剑狠狠插进了他的左肋。玉儿，我错了，我之前不该那么对你。但我好歹是你的大伯呀，这血浓于水的，你不能杀我。君洛海来不及躲避，长剑已经刺穿了他的一下，君洛海整个人被钉在了身后的废墟上。军师月将君振年的尸首带回天月城，云楚两家受过军师月的恩惠，都来帮忙，很快就布置好了灵堂。楚雄和云千古提出陪他一起守灵，军师月拒绝了，他屏退了所有家仆，独自坐在长明灯下，打开了老头子临终时交给他的那封信。月儿啊，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大概已经不在了，但你不用难过，因为我根本不是你的祖父，你也不是君家的孩子，我会收养你，对你好，都是受恩公所托。军师月愕然，继续读下去。16年前，我儿君齐天在回家的路上遭遇修罗使者伏击，我赶到时已经迟了。我的儿子儿媳还有那未满月的孙女儿，都死在了修罗刀下。我拼命与他们厮杀，可恨我的修为不足，敌不过那么多的修罗使者。就在那时，恩公出现了。原来君振年真正的孙女儿早已死在了16年前的意外中，而现在的军师月是那个白袍男人托付给他的。这么多年来，所有人都无法理解为什么君振年会对他这个废柴如此看重偏爱，原来其中还有这段隐情。老头子在信尾说，我感觉恩公并不是你的父亲，他说你是他的孩子，是想让我好好对待你。你若想查明自己的身世，还是得去京城找他。这并不好找。按照老头子所说的，那恩公一身白袍，眼睛上蒙着雪轮，风姿俊逸如同仙人，修为又极高。但是你就这么不辞而别，他回来肯定要生气。谁说我要不辞而别了？当然得给他留一封书信。帝尊大人，我要出去旅游了，回来给你带土特产，么么哒。君师雅在京城，你死去或许能遇到他。我有一位叔父在朝中担任御史大夫，为人正直可靠，我已经给他发了书信。你去京城可以住云御史府，若有任何需要，我们也会帮你。多谢了。军师月感激一笑，他对云千兰挥了挥手，抱着包袱走上了马车。云千兰一直站在那里，目送着他的车一点点远去，忽然觉得他走了以后的天月城都变得了无生趣了。我不要死，我还没有谈过恋爱，也还没有感受过风花雪月，我不能就这么死了。众人一脸黑线，军师月倒觉得这个姑娘挺好玩的。你找不到对象关我们什么事儿？不想死就赶紧掏钱去，把她的嘴堵上。正要往那粉衣少女嘴里塞，那少女竟猝不及防地一把擒住了他的手腕。你们这群傻子，没想到吧？你们把兵器都放下，不然我立刻杀了他。好你个小丫头，有两下子，跟我们装叉是吧？你们不带这样的，我错了。他的确有点功夫，但是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不够用啊。突然一把筷子从客栈里飞了出来，五大猛虎集体一个样子。
姑奶奶，我们错了，都是我们的错，我们一定知错就改，回家之后好好种地，再也不打劫了。哇，你好棒哎，厉害啊！还是你比较厉害。粉衣少女上前，双手伸到五大猛虎衣服里，上下搜索。五大猛虎红了脸，他却完全无所谓，直到把他们身上的银钱都搜刮了出来，连一个铜板都没放过。血皇神兽忍不住道：“这姑娘性格挺好，我喜欢。”粉衣少女劫财之后，拉着军师月喋喋不休：“哎，交个朋友呗，你也是住店的吧？你要到哪里去啊？”“我打算去京城。”“啊，那太好了，我家就在京城哎，咱们一起走吧。到时候你可以去我家住。啊，对了，我叫云千朵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”“你可认识天悦城的云家？”“啊，那是我堂哥家呀。怎么，你是从天悦城来的？”军师月点了点头。“我叫军师月，你是御史府的小姐吗？”“啊，你怎么知道啊？”“我认识云千蓝公子，他说他有一位叔父是京中御史。”“啊，对，就是我们家哎。你居然是我堂哥的朋友啊，那真是太巧了。”“君君，你来京城除了游玩，还有其他打算吗？”“我还想找一个人。”“啊，什么人？我帮你一起找。”“是我爷爷的故友，据说住在京城，但已经10几年没见过了。当年我爷爷与他萍水相逢，也不知道他的姓名。”“那他长得什么模样？”“是个穿白袍的男人，蒙着眼睛，杵着竹杖，大约20几岁的样子，长得应该很好看。”“那如今应该是个40岁的美大叔了。好的，我回去就吩咐家仆出去打听，看看有谁符合那些条件。”连日来，由于心事重重，老是失眠，但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，一沾枕头，眼皮就像灌了铅一样，3秒钟就睡了过去。他居然梦见自己在一家青楼当妓女。辉夜妈妈，让我去接待他吧，我唱歌最好听。哎，辉夜妈妈，让我去嘛，我跳舞最好看了。行了，你们都别争了啊，一个一个排队去，只要能伺候好那位贵客，大大有赏。好嘞。姑娘们争先恐后的朝房间里涌去。军师月一个人坐在角落里，随即就看到那些抢着进去侍奉的姑娘，一个接着一个的被扔了出来。哎呦，他说如果再没有合适的姑娘去伺候，他就拆了咱们这怡红院。可还是有谁能去呢？姑娘们愣了愣，集体望向军师月。大爷，有何吩咐？大爷，您这是闹哪样？还认得本座？当然认得。在家等本座，私自跑出来，你说本座该如何罚你？惩罚？我觉得没啥好惩罚的。我走的时候给你留书信了，你没看到吗？等等，你要做什么？别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军师月猛然张开眼睛，原来只是一个梦啊！军师月惊魂未定地喘息着，脸上的红潮还没有褪去。唉，这个梦太可怕了。闭上眼睛不到3秒钟，他又睡着了，呼啦啦地坠入了梦境。娘子，为夫饿了。知道了。但是我更想娘子。想你个大头鬼！夫君，你累了一天了，多吃点。娘子待我真好。那当然，我就你一个男人，不对你好，还能对谁好？娘子的好，为夫都记在心里，伺机回报。啊？你想怎么回报？哼，自然是入夜后卖力的讨好你。哼，还讨好他？不把他折腾的死去活来，他就很感激了。对了，今天你不在家时，隔壁的阿修罗国主又来偷咱家的红薯了。又来了？上次为夫已经逮到他，好一顿教训，他竟还不长记性。是的，太可恶了！再有下回，你干脆把他赶出村子算了。行，听你的。一时间沙哑莫测的笑了，忽然一个翻身，整个人都浮在他上方。军师月面红耳赤的张开双眼，老天爷呀，他又做梦了。睡到半夜，忽然惊醒，腹中一阵胀痛。我你这是咋的啦？许皇叫道：“巨石灵力吸收到一定程度，老子就要恢复真身了。”你要现出原形了吗？啊！老子要爆炸了！砰一声石破天惊的巨响，军师月眼前是一阵刺目的白光，如同世界末日。他身势一晃，昏了过去。
不知过了多久，军师月缓缓恢复了意识。军师月慢慢睁开双眼，瞳仁瞬间放大，眼前是一头通体毛发雪白蓬松，大型哈士奇犬。狗子，你是血皇神兽吗？你哪只眼睛看到老子是狗了？老子是远古雪狼，外形优美霸气，地位尊贵的神兽雪狼。我费那么大劲儿才把你喂成7品，你不能就这么离开我的丹田，你得给我留点灵力。灵力，哈哈，灵力都被老子用来凝聚肉身了，还怎么留给你啊？母的办法。军师月见他沉默不语，愤愤道：“说话。”血皇道：“嗷嗷。”你别给我扯没用的，说人话。血皇神兽现在是有血有肉的狼身，受到物种限制，就不能再说人话了，并且也无法再为他提供灵力。军师月一脸懊丧，每天找那么多的灵果来吃，全力喂养血皇神兽，好不容易成了7品灵力大佬，可是结果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云千朵推门而入，吓了一跳：“啊，狼！哎，不对，这京城哪来的狼啊？这应该是条狗。个头可真够大的，害得我差点误以为它是头狼呢。这些愚蠢的人类，只让老子心痛！”君君，这是你养的狗吗？对，一路跟着我从天悦城来的老伙计。哎，它叫什么名字啊？无知的人类，默哀老子！军师月叹了口气，名字嘛，就叫他阿雪吧。血皇神兽一脸黑线，就不能给老子取个霸气点的名字吗？哦，这名字虽然有点娘，但还是挺适合他的，毕竟是一身白嘛。老子饿了，想吃东西。军师月和血皇神兽毕竟共处了很久，虽然现在血皇暂时失去了言语功能，但是凭借眼神和心灵感应，他还是很快就搞清了血皇的意图。以前他是吃灵果的，现在他恢复了狼身，只想吃羊肉。我凭什么要去给你买羊肉？哼哼，你个白眼狼！我不去，你要是真饿了，就吃后厨的馒头。军师月走在买羊肉的路上，停车！他大婚刚过，军家就惨遭屠戮，爹娘惨死，偏偏这个孽女还活了下来。军师雅抬了抬手，正想要命令侍卫们将这个孽女拿下，军师月忽然一个箭步冲上来：“姐姐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！姐姐，你知道吗？咱们家被阿修罗国灭门了，家人都遇难了，如今我孤苦无依的，你可会好好照顾我，不会让我受任何委屈，对不对？”军师雅原本是恨不得立刻找个理由让侍卫们把军师月当街痛打一顿，谁知这孽女竟来了这一出，军师雅不能让自己的形象因她毁掉。妹妹，你受苦了，你要是有个3长2短，也都得姐姐负责啊！你他妈有3长2短，凭什么让我负责？王府，今日父皇对我委以重任，西陵国有使团要来，父皇特地命我去接待。那也是王爷德才兼备，方能得到陛下信任。你妹妹的房间收拾好了吗？不如就让她住在你的院里，你们姐妹一处，正好方便。王爷，我想了想，还是不叨扰姐姐了，我回去住客栈吧。那怎么能行？好好的王府不住，住什么客栈？我王爷有所不知，民女是来自小地方，没见过世面，冷不丁到了王爷贵府，纵然处处谨慎，如履薄冰，还是心有不安。恳请王爷允许民女离开吧。是啊，王爷，我这妹妹从小就不懂规矩，想必也很难适应王府中的生活，硬要她留在这里也不会开心的，不如就让她走吧。不行，轩辕玉铁了心要把小美人搞到手。如果王爷愿意放我离开，作为回报，我让王爷拥有一头浓密的秀发，如何？你说什么？王爷的发质虽好，却不够浓密，终究配不上您这堂堂的仪表。轩辕玉的确珍爱自己的头发，他从小头秃，因此总是被众皇子嘲笑。你当真有办法？办法很简单，用仕女青丝做成假发即可，美观大方易打理。做好之后，只要王爷按照我说的，将内力聚在身体的那3个穴位，假发就会牢牢吸附在头顶，无论刮风下雨都不会掉，就和自己长出来的头发一模一样。但是这样一来，我岂不是要先把原有的头发也剃光？按照军师月所说的办法，将内力凝聚在身体3处穴位，点穴封住，结果假发果然就固定在了头顶上。轩辕玉心花怒放地摸了摸头顶，感觉人生都再无阻碍了。军师月买了羊肉，回到御史府。君君，这肉串实在是太好吃了。不行，我不能白吃。今晚王宫有夜宴，我带你溜进去偷窥王氏3花吧。王氏3花？
就是大周皇室中的3位美男王爷，包括9王爷轩辕彻、8王爷轩辕傲天和太子爷轩辕墨尘，他们都长得特好看，气质却完全不同，是风格完全不一样的3种美男哎。军师月考虑刹那，同意了。入夜，军师月跟着云千朵装扮成小宦官进了皇宫。你们俩是哪一个宫的？怎么守着这么可疑？他们是我母后宫中的。轩辕彻缓步而来。是，九王爷。九王爷，你们这是做什么？为何要扮成小太监？我们就是想溜进来参观玩玩的。哎，那你们便跟着我吧，免得再被人为难。今日是8王爷轩辕傲天之母傲贵妃的生日宴，皇后早逝，如今傲贵妃掌管后宫，全是非同小可。见过大皇兄。军师月暗道，看来这位就是大周的太子爷轩辕墨尘。老九，喝些什么？轩辕墨尘淡淡笑了笑，继而墨眸一转，停落在军师月脸上。军师月心头一跳，他老老实实的垂手站在轩辕彻身后，怎么就引起了这位太子爷的关注？片刻后，轩辕墨尘不着痕迹地移开了视线，那分明是一种看故人才会有的眼神。怎么样，太子爷美吗？哎，但我觉得他气场太冷了，不是我喜欢的类型，还是喜欢九王爷。父皇，儿臣听闻九弟近日修为大有进进，恳请与九弟演练切磋一番，为宫宴助兴。女儿啊，你的头发是怎么回事？启禀父皇，儿臣今日偶遇了一位奇人，为儿臣改善了头发稀少之状。也想与彻儿比武助兴？好，真准了。谢父皇。轩辕玉大步走到堂中。九弟，请吧。军师月眯了眯眸子，轩辕玉那样子很不对劲，料想是提前服下了什么猛药。军师月忽然上前借机在他耳边说了一句话，果然轩辕彻压力山大，只守不攻，10招过后就开始趋于下风。方才军师月借着温酒的机会对他说的是：入门以灵力攻击轩辕玉少海，太细太冲3层，轩辕玉必败无疑。终于最后一次凝神出手了，一道灵力从指尖笔直射出，直击轩辕玉的太冲拳。轩辕玉的身子已经跃在了最高点，万众瞩目，只觉得头顶一凉。众目睽睽之下，只见轩辕玉那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突然就整体脱落了，华丽丽的离他而去。轩辕傲天眼中闪过一瞬毒辣，手中的方天画戟在金鼎上用力一撞，军师月就立在轩辕彻的坐席后，眼看着金鼎携着万钧之力轰隆砸来。一道浩光突然从殿外射入，砰的一下，刚刚飞出的金鼎被他击中，竟瞬间化作齑粉。大周皇宫真是热闹。一道光华从天而降，落在大堂中央。陛下，这位是圣灵宫的帝尊帝释迦。这个不知圣灵宫帝尊突然来我大周皇宫，所为何事啊？不是，坐闻大周皇宫华美，突然就想来瞧瞧。军师月不禁汗毛倒竖，这男人突然出现，该不会是来找他的吧？可是他却从头到尾都没看过军师月一眼。欢迎欢迎，太欢迎了！我大周幅员辽阔，国富民强，京城更是繁华圣地。不如帝尊就留在京城，朕愿拜帝尊为国师，位居满朝文武之上，永享公侯之礼。话一落地，众臣皆惊。这等无上权势，以后岂不是要一手遮天？都惊恐又忌惮地偷偷望去。帝释迦的神色却毫无变化，只是饶有兴趣的道：哦。老皇帝一看他感兴趣，连忙又增加砝码。朕刚在金湖南岸修建了一座巨大行宫，还未曾有一人入住过，就赠予帝尊作为国师府邸。一般皇帝送东西都是用赐，而周武皇却用了一个赠字，言外之意，他虽是君王，却也不敢居高，而是与未来的国师大人平起平坐的。可以。国师还有什么要求，尽管说，朕一定极力满足。只有府邸不够，还需要有人伺候。当然当然，这就命人从宫中挑选20名美貌伶俐的宫女，连同数名侍卫，一并送去国师府。不必那么麻烦，那个小太监眉清目秀，本座看着甚合心意，就要他了。一瞬间，所有人的目光落在军师月身上。周武皇被雷到了，内心百感交集，喜欢太监，
这嗜好也太特殊了吧？一个太监有点少了吧？朕再从宫中多挑选几个相貌上乘的，一同送去国师府。不必，有他一人便够。君，那帝尊怕是对你动了邪念了，你快赶紧想想办法呀！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我叫小君子。小君子是吧？小君子德才兼备，品行俱佳，若提拔为太监总管，正一品俸禄。即日起赴国师府当差。谢陛下隆恩。进去换身衣服，好好拾掇拾掇。国师府，国师好。多日不见，变漂亮了呢。帝尊大人，你怎么来京城啊？本座养的小东西擅自乱跑，难道本座不该出来找找？啊，你是因为我才来到京城？他用十分怀疑的语气问出一句废话，帝释迦眉目间的寒气就更重了。他在绝境森林中寸步不离地守了1个月，终于等到往生花开，可回来之时，君十月却没了踪影，只留下一张字迹奇丑的纸条，上面毫无诚意的一句话，说什么给他带土特产，分明就是在敷衍他。帝释迦的眸光沉了沉。既然你喜欢扮成太监，就先做点太监该做的事。太监该做啥啊？赤浴。浴池是凿的地下温泉，就建在绿荫遮掩的庭院里，月光浅照，碧波悠悠。帝尊大人一身血色浴袍，闭着眼睛，好整以暇的倚在池中。君十月半跪在池边，有一下没一下的捻起篮子里的花瓣洒向水面，内心如同打翻了5味瓶。这种沐浴洒花的香丽场景，通常应该是发生在公主王妃沐浴时吧，撒花的也应该是丫鬟吧。可现在却是这个冷厉霸道的大男人在那里悠然享受温泉，而他这个一身华丽广都服饰的假太监在旁边撒花，这画面肯定很美，简直没眼看了。我走了，你自己慢慢泡吧。让你走了吗？继续。帝释迦突然伸手抓住他的胳膊，一把就将他拖下了清池。帝释迦，我还穿着衣服呢。哦，你是在怪本座没有先将你的衣服脱下来？倒是本座考虑不周了。不过现在脱，来得及。红彤彤的锦囊掉了出来。君十月连忙将它捞起来，左右检查了一下，确认没有泡坏，才松了一口气。看着他将锦囊视如珍宝的样子，帝释迦的脸色倏然温和了不少。本座留给你的锦囊也还没拆完。不是你说的要省着点用吗？我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能回来，当然舍不得拆。是吗？当然啊，而且这个锦囊放在枕头下面，还可以梦到你啊，我就更得珍惜的留着。好能夜夜与你相会。现在本座已经回来，往后与你日夜厮守，不需要这锦囊了。开开吧，里面有本座要送你的东西。君十月怔了怔，犹豫刹那，小心翼翼地拆开了锦囊。袋口敞开，竟是一株诡谲妖娆的血红色花朵。这是它叫往生花，传闻能超度生死，照见轮回。往生花在初开之时，原本皎如月光，那一瞬是它以鲜血浸染，光才能让它成了血红色，从此永开不败。好神奇啊！这株花是从哪里来的？本座外出时顺手摘的。傲娇一时爽，一直傲娇一直爽。若是说尊贵的圣灵宫之主居然不远万里跑去轩辕大陆的南方尽头，在绝境森林中孤苦伶仃的守了20几天，只为给他摘一朵花，这成何体统？帝释迦忽然伸出手，将这往生花攥入掌中。当然，它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。帝释迦并没有继续解释，而是突然翻身将它抵在了池壁上，修长有力的手在水下忍着点儿，可能会疼。言罢，垂手就吻住了他的唇。他吻得太凶狠了，如同巨浪滔天。君十月的脑袋里一阵缺氧眩晕，蒙迷之际，腹部忽然传来一道锐痛，好像有什么东西穿透血肉，被移入了丹田中。他痛得闷哼一声，不禁用力咬下，指尖弥漫出腥甜的味道。帝释迦却没有因此后退，只是吻得逐渐轻缓温柔了下来。君十月的意识被这个吻分散了，神情恍恍惚惚的。良久，他终于放开了他，丹田中的疼痛也已经消失了。可以了。君十月意识到了什么，凝神进入丹田识海。君十月愕然，
帝释迦居然将这所谓的往生花移栽到了他的丹田里。往生花会替代灵根，从此你便可像常人一样修炼。沛然灵力沿着经脉流转，军师月倏然张开眼睛，指着不远处的假山，徐徐一划，灵力的光耀一闪而去。那假山上的大青石就像豆腐一样，被齐刷刷地切下了一大块。往生花会吸收天地灵气，即使灵力勉强可达8品，再想提升就要依靠修行。什么？8品？虽然不是太高，与你分尸该够用了。军师月激动地说不出话来。我的天哪，8品啊！整个大周国能有几个8品？军师月已经激动得无以言表，终于明白周武皇为何要疯狂抱帝释迦的大腿。世上还有什么是这男人做不到的？帝尊大人，我能叫你一声老公吗？什么意思？就是夫君、相公、爱人、偶像等等等等的意思。军师月语无伦次地说，猝不及防的甜言蜜语，帝释迦微微一怔，唇畔不觉地扬起了笑意，邪魅的不行。多叫几声也无妨，本座今日心情好，不与你计较。夫君，我爱死你了！不等他说完，军师月就大吼一声，猛地扑了过去，紧紧搂住帝释迦的脖颈，像八爪鱼一样紧紧缠在他身上，并且不给男人挣扎的机会，用力的在他脸上吧唧吧唧的上下左右的狂亲了好几口。天知道有了灵根他多高兴啊，简直是来到轩辕大陆以来最高兴的一天。后脑勺突然被扣住，帝释迦一把将他按了回来，深眸中噙着冷笑。亲完就想跑，有这么便宜的事？帝尊大人狂倦一笑，狠狠吻下。军师月差点被轻毙在温泉里，他一边绝地求生，一边想，为什么自己已经拥有了8品的修为，却还是无法与这个男人相抗啊？在他面前，多高的修为似乎都没有很大的区别，就好像在一个身高2.5米的人面前，1.6米和1.8米看上去都一样矮。良久，帝释迦大概是认为自己终于亲得回本了，才给了他呼吸的机会，打横抱出了青池。帝尊大人，我的8品修为还没用上呢，今晚要是死了，就彻底浪费了。宝贝，你真以为本座忍心要了你的命？刚才他刚植入往生花，灵根还未稳定，是万万承受不住他的掠夺的。往生花与你经脉完全融合，需静养几日。几日你就乖乖在国师府待着，本座不欺负你。佳佳，谢谢你。不是想叫夫君吗？可是我刚刚已经叫过一声了。本座说了，特许你今日多叫几声，你若不叫，岂不吃亏？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。军师月忽然玩心大起，夫君，反正他答应了不欺负他，趁着机会可劲儿嘚瑟。云千朵那边已经急得团团转。九王爷怎么办啊？君君被抓走了。哎呀，那个魔教帝尊若真有喜欢太监的变态嗜好，那一旦发现君君不是太监，会不会恼羞成怒就杀了他呀？能不能想办法闯入国师府把他救出来？我去找大皇兄商量对策，你回御史府等消息。切莫轻举妄动，否则不但会害了你自己，更会连累他。云千朵回到御史府。阿雪啊，君君伪装成太监，被圣灵宫帝尊抓走了。帝释迦，血皇神兽的耳朵一下子就竖了起来，整个狼都有些激动，大土豪来京城了。现在该怎么办呀？我真的好想去国师府救他呀！血皇鄙夷的翻了个白眼。人家小别胜新婚，命密制成什么样？你去个屁！